Rocky 在里面吗？在的，他爸爸妈妈都在。我先去下卫生间。是 Rocky 的妈妈，她怎么会是 Rocky 的妈妈？罗天就没有想过，她这样会影响 Rocky 的成长吗？为什么爸爸和别的阿姨带他来早教中心？为什么别人还以为那个阿姨是他的妈妈？我就说为什么最近罗天他的心情这么好？我还以为是因为 Rocky， 还是因为 Joanne。我这么难过，不是为了洛天，是为了我们 Rocky。他还这么小，刚刚开始看世界，开始看到的却是这么不正常、这么扭曲的一面。洛天这么自私，他这是在伤害我的儿子。那现在就过去，让九安滚蛋。要是之前，我一定这么做。我早就冲进去了，可是现在不行。同样是为了 Rocky， 我不得不给洛天这个面子，我不能损害他们的父子关系。我希望在 Rocky 的世界里，爸爸妈妈永远是和睦的。你这样生活着不累吗？这样生活在一个戴面具的家庭里面，一样对孩子的成长有伤害啊。你会当着宝宝的面和你老公吵吗？尽量不吵，但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吵几句的。非要给一个理由的话，我就希望我们家满满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。我的办法肯定会是让自己很辛苦，但我相信我会处理得更好。走，走。好像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做了一个活动，我带了2个云南3区的小孩去旅行，连续7年哦。现在有一个是拿了 full scholarship 在 NYU， 另外一个是在香格里拉做环保工作。我们也不常联系，每年就见这么一次。可是你会感受到这旅行的真正 power。真想跟你一起去一次旅行，感受一下你的 power。我完全 OK 啊，不过不知道他妈妈 O 不 OK 呢？我幻想一下不犯罪吧。其实我跟木子每年都会到国外去旅行一次的。你们那种怎么会算是旅行？
充其量就是度假和旅游而已，就是找个度假村，吃吃 barbecue， 晒晒太阳，喝喝果汁而已，不是我说的那种旅行。真正的旅行，應該點講呢？一時半會兒說不清楚。不過只要你真正在旅行的時候，你就會 feel it。That is it， 是不是？我已经想了一套可以瓦解洛天和赵安关系的计划，这套计划不会影响到我和洛天的感情，也不会让我们吵架的。是啊，打感情牌吗？不是，我想我这个方法吧，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够想出来的，所以我迫不及待的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是这样啊，明天洛天呢跟我说，他一早会出去到浦东跟一个客户吃 brunch， 他说的是客户哈。洛体还在睡呀？哎，还在睡。什么时候起来的？刚起不久。今天约的客人是几点钟啊9点半。约在哪儿啊？浦东。浦东啊，这么大老远，什么酒店这么有吸引力啊？家新开的酒店啊。你今天不去公司啊？我今天当然得去公司了，我哪里有周末呀？哦，我带 Rocky 去啊。辛苦你了啊！天下父母心啊。师傅啊，请你先往浦东方向给我开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的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今天的 brunch 有没有一位骆先生或者乔小姐的定位啊？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？骆先生有定位是吧？啊，2位的。哦，好。应该会准时吧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的车做保养需车险。请稍等。所以我说啊，现在能够有10%的回报，那已经相当厉害了。是啊，总比放银行好嘛。
那你聪明啊，那我还得有专人的帮忙指点呢。你有眼光。那么你是回家还是回公司？你哪顺路我就去哪儿。Anyway， 我都是一个人，公司与家有分别吗？这地下2层吧？对呀、这不写着 B2 吗？是地下2层啊。怎么了？不是我记得我车是停在这儿，不会吧？是在这儿啊。你再找找。没有啊，那要不要报警啊？车子在木子的名下，我得打个电话给他，让他报警啊。你好，由于您去年没有出险，所以今年续保有优惠。如果没有问题，请您确认签字。没问题。喂，你忙完啦？我？已经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我呀，我不在 4S 店给你的车做保养吗？你说你把车开到4S 店去保养了？你昨天不是说雨刷器坏了吗？正好车要做保养。你还在那儿吗？啊，那我马上过来接你啊，10分钟，10分钟就到了。啊。哎，拜托，你到底是自己开车过来，还是你老婆送你过来？你一点都不记得了。我开的，当然是我开的啊！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木子说他已经把车送到4S店去保养了。你说，不要这样子看我啊！我没有病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是我开的。哎呀，好得人驚啊！我下次徒步的时候要讲鬼故事，我准讲你这一段。我发誓，真的是我开的。好了，你要等领木子，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会啊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抱歉。没事啦，挺有意思的。保险带，赶紧的啊！现在罚款可厉害了。我对车发誓，早上是我把它给开出来的。你看这个4S 店的结算单哪儿来呀？早晨我把你和 Rocky 送到那儿之后，我直接去的4S 店，你不记得了？啊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今天早晨呢，我就觉得你神神叨叨的，我以为你还没睡醒呢。我一路上开着车跟你说话，你都没理我。是吗？你最近怎么老是心神不宁的呀？哪有啊？你是不是带 Rocky 累了？还是你有什么事瞒我啊？啊？我我有什么事瞒你啊？你还说梦话了啊？我说梦话？嗯。
不可能。你自己说梦话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说的还挺大声的呢。我都说了什么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其实当时我都记着呢，我还想着醒来全告诉你呢。现在真想不起来了。大概说了什么？什么大概哦？知道个大概，我都全部都记起来了嘛，就想不起来了。反正你说了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你真有什么事情瞒我呀？哎呦，我哪有事儿瞒你呀？想你也不敢。哎，你这个 brunch 好不好吃啊 ？brunch， 你刚吃完的那个 brunch 好吃的话，我以后带那个客户过来呀。可以。可以啊。还可以。那你的客户满意吗？你招待他好吗？挺好。Rocky 醒了。啊？什么？你没听见哭声啊？没有啊，睡着呢。耳背。明明听着他在哭啊！做梦吧你？没听见？这么晚谁来了？我说这么晚，谁按门铃啊？什么门铃啊？没听见啊？说什么呢？你没听到啊？什么呀？门铃。没有啊，没听到啊。嘿，耳背还是我耳背？谁呀？谁？别开玩笑了！来，趁热喝了，这个是补肾益脑粥。我问了中医啦，人家说你啊，这是心焦肾虚的表现，喝点这种粥啊，很快就会缓回来的啊。趁热喝了。你明天还是跟我去一趟酒店。车子是你的，必须要你出示证件，酒店才肯给调看监控。哎呀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事情呢？车子不已经找到了吗？你也没报警，人家怎么会随随便便给我们看这些监控呢？谁都要看，酒店不忙死吗？哎，我怎么想啊？我都觉得那车是我自个儿开去的，因为我记得我停车位置。
就在那儿，地下2层呢。哎，吵什么脑袋呀？啊，你就是心事多嘛，你整天猛擦擦的样子。真有心事啊？没有的，是不是前妻又来烦你了？不会啊，那洛洛没走，他不敢来找茬的。那还有什么事情呢？这工作上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呀，是吧？听说九安不也还给你找了2个新的客户？恋爱啦？有新目标啦？跟谁恋爱啊？要恋爱也跟你恋爱啊，下面也是你。真会说话啊！喝了它啊。哦，还有了，你那条内裤打算什么时候洗啊？你都泡在水里泡那么久。没有，我早上刷完牙之后我已经洗好，都晾上了。哪里呀？你自己再去看看，还泡着呢。问你个事儿。昨天晚上我们聊那个了吗？那不记得了。真的？哎呀！快起床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老夏，我跟你提个醒啊，人家是上海人，人家出来干活也是为了给儿子买房子。昨天跟东家刚刚辞掉，你一会儿问话的时候，你不能怪怪的。现在他被你一忽悠，就把东家给辞掉了。将来别人一忽悠他，他就把那个夏萍给辞掉了。你不废话吗？人家出多少钱，我出多少钱啊？人家出2500，我现在是出的4500。哎，你给了3000，他可以来的了。我哪有这么涨的？一涨到4500。废话嘛，关键的时刻最不值钱的那就是钱。真是，我不出这么高的价格，人家肯出来干嘛？现在啊，最关键的是让我女儿早一天解放，砸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是啊，你这辈子是跟钱有仇是不是啊？啊，有多少花多少，这钱留的是烫手是不是？你留着钱干嘛？你进棺材的时候干嘛给自己加把火啊？你这……干嘛？上海人家正好要找你本地阿姨当保姆，你不想干这行吗？正适合你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到一份，我找到一份工作。找到工作了。哎，都是一点也不假。哎，怪不得那天一直盯我们看，你这长就一副色眯眯的样子。这话不能乱说。是什么叫色眯眯的样子啊？这是我老婆。哎。你老头子，你说看谁是你老婆？我是你老婆？哎，你有毛病呢你！哎，赶紧走，你赶紧走啊你！我有事情，我
啥讲不讲的？那脑子有毛病啊！这还干巴干的？哎，你看你长跟胖猪似的，人大姐长那么俊，你配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胡来，我立马报警，给你抓起来坐牢。这。老夏，那个他们没拿你怎么样吧？行，那个我去跟那个阿姨吃饭，你来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我跟你们说，真是不要急，不要气。这2点呢，就是万病的根源啊！我看你们普遍都是血瘀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长期寄人篱下这个憋出来的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2个方法。哎呦，夏妈妈，你这么客气，我不好意思了。哎，这顿饭吃完以后啊，咱们就算是亲姐妹了啊。哎，我把女儿还有外孙女都交代给你了。是的，人心换人心，我对你好，你就要对他们好。咱们年龄啊都差不多，我要叫你一声姐姐。你为了女儿，我为了儿子，我们都懂的。好，就是哟，我太高兴了。我得再加点菜，那个服务员，拿菜单。够了。怎么，想下班吗？哦，Mr. 现在才3点。啊，没有。我听说你老公肯帮你带孩子了。他在家嘛，他做股票，方便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不是来跟你讨论你的家庭问题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明年 Beauty 和 Vivi 将要合并成为一本杂志，所以你和乔安之间只有可能一个人留在新的杂志社担任主编。Joanne， 是的。怎么？没怎么。我知道，一山不容二虎。现在你们终于有机会会一比高低了。我希望能看到你们2个都拼得精疲力竭的时候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们到底是谁更有潜力。夏冰啊，你帮我一个忙行吗？你现在能出来，到我楼下门口等我。啊，半个小时就够了。啊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是不是？哥，万一 Rocky 一哭，不就穿帮了？不会的 ，Rocky 不会哭的，他看见美女不会哭的。走吧，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Rocky 4点钟的课。他在哪个房间啊？啊，底楼。转右，正对的房间。好。
有约会啊？约什么约呀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回来找一份文件。什么文件啊？啊？昨天晚上打印的那个呀。要不我帮你找。不用了，找着了。打个电话回来给我给你送过去就好了。这。我怕你找不到嘛。OK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送你。啊。哎 ，Rocky 呢 ？Rocky 在楼下醒了，待会儿我带他去上课去。啊。好。今天几点钟下课啊？6点啊，回到家大概差不多快7点了。等我回来吃饭哦。哦。配上这个更好看。拜。拜。没传妈妈。Rocky， 我们出去喽。Rocky。我刚刚下来没有看到 Rocky 在房间里面。你刚刚走的时候，那个门有没有锁好啊？是不是有人进来把 Rocky 给抱走了？你告诉我那个摄像头那个操作要怎么样操作？哎呦，洛天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？Rocky 跟我在一起啊，我不是回来把 Rocky 给接走的吗？我送他去上课呀。Rocky 跟你在一块儿？不是你刚刚你回来拿东西，你走的时候明明是一个人啊！这两天怎么了呀，洛天？你不是跟我说，你说你休息的不好吗？那我说我来把孩子接走，让你在家好好的睡一睡嘛，啊？好，在你那就好，在你那就好。好。喂，小艾，喂。还没出门，今天碰不了面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啊，没有，就出了点事儿，啊，现在好了，我今天不带 Rocky 去上课了，抱歉啊，好，抱歉，拜。我要是洛天，现在肯定已经被吓得半死了。这种办法，大概只有您想得出来了。其实这种办法也不是我的专利。Miss Deng 以前用过这样的方法赶走过他的竞争对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对洛天是不是好，但我对洛天还是有把握的。我相信他最终还是会明白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。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，他最终还会感激我的。其实夏冰啊，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，只要是不违法的，你怎么做都 OK。目的最重要，过程不重要。我看今天过后，洛天和九安的事情就要被你摆平了。希望吧。
其实这种事情啊，对付男人啊，要比对付女人容易得多。当男人觉得麻烦大于刺激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己主动退出。你知道吧？其实这2天我连 Joanne 的名字提都没提，我都已经觉得，其实洛天已经是有点害怕自己再主动退出了。换做你，是不是大哭大闹一场了哈？我肯定已经离婚了。那是你的年纪，女人到了我这把年纪啊，想法就不一样的啦。到我这个年纪的女人，对待婚姻的正确态度，只有一个，就是绝不离婚。否则只是轻者痛，仇者快。其实你围绕这4个字去想办法，一切都会像是沿途的风景一样，说过去就真的过去的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别说他们现在只是吃吃饭，夏冰，你相信吗？要是被我真的是捉奸在床，我估计我还是会坚持这4个字，绝不离婚。我是不能理解，你说这2个人都不爱了，那还在一起干嘛呀？哎呦，都有孩子了，还讲什么爱啊？可这跟孩子没关系啊。哎，每次邓来找过我了，我和Joanne啊，还真的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我们俩堪要合并，我们2人只能留一个做主编。啊，不会吧？主编，你要是需要帮忙的话，你一定告诉我。我妈帮我请了一个保姆，过几天就来上班了，我就有空了。谢谢你的好意啊。不过你现在一个家庭妇女，能帮我什么呀？你还是在家好好带孩子啊。要重点，要重一点。老公啊 ，Rocky 是越长越像你了。哦，这耳朵长得跟你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像爸爸？是不是像爸爸？嗯。谁给你电话呀？这么晚？啊，那个广告吧。你现在是越来越不爱出去了哈。早教班呢，很快就要到期了呀，咱们还严不严了？啊？不严了吧？我看你也不常去。相比早教中心那种封闭的环境，我想带 Rocky 到附近的公园活动就好了。哦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，你这个毛衣啊，多少天没换了呀？你不爱出门，也不能不修边幅呀。给我回去洗了它。不能吃了啊，不能吃了。哦。反正也不见人，换了干什么？啊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哦。嗨。哎，你不是在印度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因为不安全，所以提早回来了。昨天给你打电话，你又没接，所以只好在这里找你。对不起，我这里出了点问题。问题？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要让你跟我保持距离的话 ，It's so sad。我只能说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太高估他了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最近几乎没有跟我提起过你的名字。
是我想他应该知道我们走得比较近吧？这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啊。我们只是聊聊天，我们几乎连一顿正式的饭都没有吃过。你又常常带着 Rocky，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去酒吧喝酒。如果这样还算是问题的话，那我明白了，我就要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必须跟我的基金经理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娟儿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我现在出现这种问题，我没有责怪你。我们的关系其实你很清楚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理由去好好处理和解释，甚至可以坚持自己交友的空间和权利。可是我现在并没有看到是这样，相反，我却觉得你很懦弱。很担惊受怕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怕什么。其实你没错，我也没错，只是猜忌的那个人错了。别走！我承认是我的问题，我会找机会跟木子解释，但请你不要因此改变你对我的看法，至少不要影响我，不要影响我们现在我觉得这种美好的关系。OK。我真的很希望是这样，可是很抱歉，你真的让我失望。Oh my god！ 我理想中的男性朋友是一个有担当、会果断的人。I'm sorry。你今天会不会穿的有点太隆重了？你们两个约着出来吃饭聊天，这家餐厅从来没来过呀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到普通咖啡厅咖啡而已。周安不是号称特别有品味的吗？这家餐厅都没来过哈。不过也是，他笑声太大，这里也不合适。Sorry, thank you. I'm sorry， 我迟到了，迟到好多。Oh my god， 露子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我不知道是这么隆重和正式的聚会。你看我一天都在棚里拍片，没来得及去换衣服，就这么来了。I'm so sorry about that。这颜色多好啊 ！Really？ 哦 ，Thank you。没事，反正我们又不是来看走秀的啊。这本来啊是一家老牌的上海西餐厅，去年啊转租给一个法国人和2个中国人，这3个人呢发誓要把这家餐厅做成是上海最正宗的法餐厅。看看这拼盘，特别 special， 食材呀他们都是从法国空运过来的。Really？ 看这个口感特别好，盐分不重。你其他地方都根本吃不到的，试试看。好，这里订位啊，提前1个礼拜。哇，没想到木子对这个餐厅这么熟悉和了解。这位小姐，玉川。哦 ，It's okay， this is。Thank you。哎，乔安。哦，嗨，啊，不好意思，碰到熟人，去打个招呼。是。Excuse me。Hey, gorgeous, how are you? 哦，我不要，我还要开车。真是个万人迷呀，到处都有熟人。Okay, no problem. Dessert, smile, okay? 放电了，你看。Cheers. 我看刚那服务员好像跟他也挺熟的。你的意思叫经常来着？不好意思，碰到一些熟客，当然要打个招呼问候一下嘛。
熟客人。你的意思是 ？Oh my god！ 你该不会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吧？啊？刚刚木子说3个老板，1个法国人，2个中国人，你是没错，2个中国人当中，其中1个就是我。bingo。不过我所占的股份是最少的，因为我有媒体的优势啊，所以可以为餐厅带来不错的生意。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你们2个谁也没有问起过我呀。再说了，现在投资一个餐厅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吧？哦，对了，在你那里的钱有不少都是这里赚的了。Wow, that's incredible！ 木子啊，没想到你对酒的选择这么有 taste， 这是我们这里卖的最 popular 的一个。哎，你说啊，这个上海啊，上万家的餐厅，那木子啊选来选去，他就选中了这家餐厅。说你们2个有没有缘啊？这当然有缘了，来，为我们的缘分 cheers！ 来 cheers！ 来。九爱，这不好意思啊，原本说好请你吃饭的，结果到最后变成你请我们吃饭了。哎呀，怎么还跟我那么客气？就给我这次机会吧，你们能来是我的荣幸。谢谢啊。别客气。怎么？哎 ，Thank you。对了，木子，这是你刚刚点过的酒，刚好还多1瓶，就带回去吧。哎呦，不用，家里好多酒，真的不用。没关系。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打很多优惠折扣的 VIP 卡，希望你们以后多点来，也带你们的朋友来。我其实不大经常来这里，不需要。哎，我收下啊。OK， 谢谢啊。哎，好吧，那今天就这样。来帮忙一下。好，谢谢你了。 Thank you. Oh, you're welcome. My 谢谢啊 pleasure. 谢谢。好，下周可以好，见。再 OK，见。好，慢走，拜拜。味道还好吧？还会不会再去？你是不是心里在嘲笑我？觉得我又狠狠地输给了他一次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餐厅是你自己选的，怎么能怪得了别人？再说这顿饭人家请客的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老是想跟人家去比这个比那个的，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。哎，别人未必想跟你比啊。哎，我为什么不跟别人比，我非得跟他比呀？啊？因为我知道你会喜欢他，是不是？你难道不承认？木子啊，你知不知道结婚之前啊，你最吸引我的是什么？就是你那份自信，太有魅力了，还有那份潇洒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我发现你真是越来越没自信。我曾经也和他一样啊，自由、放松、潇洒、自信。后来因为我嫁给了你，给你生了孩子，我才变得这么紧张兮兮的。我紧张是因为我在乎你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所有的男人啊，看到喜欢的女人，他都想怎么样。就因为你说你能够控制住自己，我就要相信你，就要因为我明知道你会喜欢某个人，还要纵容你和他一起没完没了的吃饭聊天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吃饭聊天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啊，老是想无中生有，无事生非，好好日子不过，找那么多烦恼。再这样下去啊，我跟你讲，你抑郁症就来了。我们不争吵了，好吧？我没有要跟你争吵。Rocky， 你爸爸妈妈没有在争吵，爸爸妈妈只是在讨论一个问题。你爸爸妈妈永远都不会争吵啊！我们不争吵了啊！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，很快。你又打算怎么样啊？没有啊，不打算怎么样啊，不关你的事，我的问题我自己来处理。相信我们一定会过这个坎的。哎呦，这本身就没什么好处理的，
我告诉你，不争，那就是最强的竞争。今天我是以洛天妻子的名义来找你的。其实，你不是第一个以某某人妻子的名义来找我的人。我也知道你即将要问的问题，我都已经有统一的答案了。我根本跟你老公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关系。不过，如果他喜欢上我 ，That's his problem, not my problem. Even it's your problem. 如果你用这种威胁的语气来跟我讲，你知道的，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，我根本不在意。但你在意新刊物的主编位置。Joanne， 在你和男人打情骂俏、游山玩水的时候，我在做业绩，在做销量。看见这个后的没有？一目了然。我做得更好 ，I am much better。那只是上个月 ，and only is last month。后面的我会做得更好，好到让你尖叫，你信不信？按你这个语气口气，那你就说新的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了。Joanne， 你把你在洛天那里的钱全部拿出来，有亏损的我帮你补足，和洛天就不要再有任何联系了。这新主编位置会是你的，即使你像现在这样不求生计。不止 ，I'm so surprised。一个熊市基金的经理和一个 super 奶爸，真的能让你付出这么多吗？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，我就不和你聊了吧。你这次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，那不知道下一回你要用什么方式或牺牲多少呢？ Don't you worry， 来一个赶一个，来两个赶一双。Thank you。今天 Miss 邓一来啊，李莫愁可就定生死了，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继续伺候李莫愁呢，还是转身拍久安的马屁啊？其实我宁肯不要换老大。为什么？李莫愁是挺看不起人的，但他做事情还算有板有眼啊。那个久安完全是个情绪动物。哎，我可看中他一点啊，听说啊，他给下属介绍男朋友。真的？万一是他又剩下了呢？不会吧？毒舌等级突飞猛进啊！ Miss 邓来了。从我的表情，你应该看出来了，我今天是你的报喜鸟。你是说我们两本杂志要合并，合并以后还要独立，主编还是你啊，李木子。我是想说 ，Joanne 其实比我更合适做这个新主编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把这把交椅让给别人？是这样的，这段时间的生活让我对事业和家庭的权衡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我想我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做一些新的安排。你还是你吗，李木子？如果在10年前你坐在这儿告诉我，你就想当一个贤妻良母，我拦都不会拦你。
我记得我们是说过的，你觉得一个女人活着，她应该活着自信，活得精彩。其实以你个人的性格，孩子啊，你说你人生走哪一条路，我都说不上来。哪条路更合适你？哪条路对你来说更好，或者是更坏？但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，而且都拼到现在了，你就这么随便的去放弃，你不担心以后你会落得两手空空吗？ Miss Dunn， 其实我这段时间也有想到你，这么长时间你对我一直这么好，你是我的 icon。但真的，20年，你中间有没有后悔过呀？你看到别人享受天伦之乐，恩恩爱爱的，你有没有担心过你自己一个人？ 将来老了怎么办呀？当然有。我是个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女人。但是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，既然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，我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我想一个人不能用自己大半辈子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打算吧？你说是不是？ 要是再给你一个选择呢？我同样选择现在，因为我知道另外一种生活对我来讲不合适，也许我会更无法忍受。木子啊，我再给你3天的时间，你好好的想一想。不用了，你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会做同样的选择。 你们的消息还真灵通，对，啊，那是创刊的发布会，你一定要来哦。以后还要你多加关照呢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吧？没有。Hello Rocky， 记得阿姨吗？阿姨。哟。哎。 这是到昨天下午3点为止，你在我这边的所有交易流水清单啊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。明天我就把你账上所有的资金转给你，那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。没问题，对你我还不信任吗？来，谢谢。 不只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，也不要再通话了。你是我的客户啊，你要求取走在我这边所有的资金，我不能有任何异议。但是没有人可以规定我和谁见面，谁不见面，谁通话，谁不通话。木子不可以，你也不可以。你觉得？ 这种东西可以拿来交换吗？我只是害怕，我害怕自己会越来越认真。男人时间越久，就会有厌倦的感觉。可是女人时间越久，就有依赖。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在你无聊的生活当中，只是一个你比较聊得来的人而已。不是，你不是。 是，对我来说啊，精神领域的交集，它虽然只是生活上一些琐碎的小事情、小感觉，但是如果能够彼此找到共鸣，那它比肉体欲望那个兴奋点还要高。就像你所说的，要找一个聊得来的人，比找一个人上床那困难多了。 我们两个想的应该是一样的 ，right？
您都明白了吗？哎，现在你们年轻人怎么动不动就离婚啊？不能好好说吗？我呢，原本一天是8个小时在这上班的，现在夏冰一走，剩下的16个小时，谁来照顾你妈妈？我来照顾，我来管。就是嘴硬。你不上班，不应酬，不参加社会活动了。我实事求是跟你说啊，你是个大男人，你呀赶紧打个电话给夏冰，就是你老婆，你赔个礼道个歉，她不就回来了吗？陈阿姨，以后我下班就回家，我保证不参加应酬，保证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，我就管她。不是我说话不好听啊，像你妈妈这个病啊，如果生个7年8年的，你就陪她7年8年啊。我现在是没有更多的钱再请一个阿姨，我只能自己管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在做公司，我生意好了之后，请几个阿姨管的都没所谓。但是得等我生意好，不会太久，也就1、2年。1、2年？对呀。哎呦，你不到1个月啊，你就一肚子牢骚了。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？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怪不得你抱怨夏冰，你是看人挑担不吃力。哎，不是因为我是夏妈妈，你丈母娘请来的，我才这么说啊。陈阿姨，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，就因为你是夏家请来的人，我怕他们家人让你走。不用夏家让我走。哎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像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一个人怎么行啊？咱这么着行不行？我每个月我给你再加500，什么做饭啊、扫地啊、擦桌子、洗衣服，你干不过来不干，不用你干，我就一条，你管好他，这行不行？你让我考虑考虑啊。好，你考虑考虑。就算我走，我也要看着你啊，把你妈妈安排好了，我才会走的啊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老公舍不得我这么辛苦呀。我都明白，我都明白。我保证每天晚上6点钟下班就到家。我迟到1个小时，你罚我100。100块呀？对，我罚的重点有利于监督我自己，说到做到。那好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谢谢张阿姨，我上班去了。你自己当心一点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喂，是夏妈妈吗？来了，好了，来了。哎呀，跟那么急干嘛呢？这是有心脏病都被你吓出来，这真是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个陈阿姨来电话说元宝要跟夏冰离婚了，又要离婚了。哎，你愣在这干嘛呀你？你赶紧跟我到元宝家去跟他算账去啊！等，不要急，三思而后行。我跟他们说离婚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你听完之后就急着跑过去，像火药桶一样兴师问罪，跟我呢就跟着这个心律不齐，结果怎么样？就他们自己好了呀。所以我们对这种消息呢，这应该有免疫力，而且要建立起自我保护的机制。哎，这个婚那么好离呀，你早就跟我离了，真是的。你说，那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不，你坐下。哎呀，我们呢静观其变。我告诉你啊，以我的观察啊，这个元宝是绝对不可能没这个人呀，也没这个理由跟夏冰离婚的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人呢一向这么谨慎。我对这个事情呢，这绝对是胸有成竹，所以你放心好吧？那万一呢？没有万一的，万一是吧？我用我的姓担保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没事，假装没事。哎，你回来了啊？回来了，夏冰。元宝跟元宝妈好吗？挺好的。睡一会儿，你帮我看一会儿吧。哦，好的，你睡。你睡啊。那个，俺妈。
哎，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哎，你能憋得住，我憋不住啊！我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藏不住东西啊！我问啊，夏冰啊，你在家吃饭呢？啊？是的，爸。哦，这元宝来不来吃饭呢？啊？看可能没时间。啊，那今天晚上你睡不睡在这里啊？啊？夏冰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元宝吵架了，你才回来的？不要问这个嘛，还说不要问吗？因为我问的是吵架，我又没有问什么离婚的事情。你看，他不理我们了，他不理我们了。你看这真是我谢谢妈。你能不能告诉外婆，这个他们俩吵没吵架，是不是要离婚啊？哎呦，今天这么早就收盘了 ，Rocky 呢？睡了。睡了。你不是一直都抱怨我工作太忙，没时间陪你们吗？今天我正式告诉 Miss Deng 了，我不打算出任新杂志主编的位子了，以后会有大把的时间陪你们。OK， 那送你的。你收拾行李啊？去哪儿啊？想到隔壁那个工作室啊，暂时住些日子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最近脑子有点乱，想让自己清静一下，让自己放空一下。为什么？为了Joanne？他找过你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下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把他摆在我这边的基金都还给他。我已经还给他了，而且我还告诉他，让他不要理会你对他说的话。木子，真的说实在的，我有点受够了。这些日子你给我的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，真的让我喘不过气来。你说要结婚，我答应；你说非要孩子，我也答应。多少次到医院里面用那种奇怪的方式受孕，我都配合了。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你说你要急着去上班，没时间带孩子 ，OK， 我来带，我都做了。在你的条件诱惑之下，把九安介绍给我认识，我接触了他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可是，在你认为我已经越过了你的底线，现在你又一声令下，要我断绝所有的联系。木子，我是男人啊，我不是你的提线木偶，我有我做男人的尊严。如果你意识到的话，那就让我们先分开一段日子，给彼此一个互相喘息的机会，好吗？你是我老公，是我丈夫啊。我们结婚之后，这生孩子、带孩子，配合老婆安顿好自己的家，是你天经地义分内该做的事情。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和我在你有商有量的前提下进行着的，是不是？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逼迫你做的吗？没有吧？生孩子的痛苦经历，我都只字不提，但是吃药、打针、手术、受苦的是我的身体。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，我也没见着你后悔莫及啊！你多少事情、多少问题都是我在帮你解决的啊！你的前妻、你的女儿、你的妈、你妈的亲戚、亲戚的亲戚、亲戚的朋友，多少事情，包括你的基金客户，谁在拉着呀？我帮你拉这个基金客户，不是为了提供给你用来调情、用来提高你自己的肾上腺激素的。我今天还把这个新杂志的主编位子给推了，为什么？
为的就是我希望我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回我们这个家、孩子身上，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固，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健康的成长。我为这个家做的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牺牲，你眼睛长这么大，你没看见啊？没有人要你牺牲的，没有。你看，现在你不开心，我也不开心啊，这叫稳固，这叫健康吗？我再告诉你，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为了你自己在想。好了，洛天，我们不要争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跟你争，你也不要跟我争了。现在既然你这里提出有问题，你把问题说出来，我们冷静下来，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给找出来。最好的方法我已经想到了，那就是我搬出去，我暂时搬出去，我一个人，找回我们原来保持的那种距离感。晚上你带孩子，白天你就把他送到我那边来，我来带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你今天回绝 Miss Stone， 还有回绝当新杂志主编职位这个决定之前，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？谢了。洛天，你是不是真的爱上九恩了？你要是真的爱他，你要放弃我 ，OK， 但你老实跟我说，请你诚实告诉我。是，我是喜欢上他，你是喜欢上他了，但是我没有忘记，我手上戴着我们的结婚戒指，我也没忘记我对你的承诺。所以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是跟他吃饭、喝茶、聊天而已。洛天，你知道当时我选你做老公为什么？你和其他男人都不一样，我以为你已经是活了一把年纪了，该风流的早已经就风流过的了，你完全已经是可以做到一个成熟完美老公的阶段了呀。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刻你突然爱上另外一个女人了？洛天，你已经和你的女儿解释过一次为什么她爸爸会离开她的妈妈，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家里。你真打算将来再跟你的儿子说一遍同样的故事吗？啊，你这样做男人是不是也做得太失败了？我只是觉得一场婚姻几十年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农业社会那样，这一辈子认识的人不超过100个人。我们要遇到的人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，就谁能保证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再喜欢上新的相识呢？但是发乎情，止乎礼，所以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这个家的事情。止乎礼？九安她是个止乎礼的女人吗？她要是不止乎礼，你还能止乎礼？洛天，你是我的老公啊，是个男人，你装柳下惠啊？你想好分居的后果？